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的3张牌是这3张，1、2、3哈。来，我们先来领取好运，然后在领取好运的同时，你可以仔细看牌子，然后看看你要选择哪一号哈。来，今天的领取好运呢，我想你领取到的是一个内在力量的爆发哈。它会帮你从你检视你内在，你会不自觉的检视你内在的某些优点跟天分哈，然后你会在一个对的时机点，不自觉的就把它爆发开来，然后这感觉有点偏向是精神面的，比较感性面的把它爆发出来，你也会很意外，你竟然能够在目前的难题或是在某一个 case 上，你会有这么独特的创意，你会有灵感这么通顺的时刻哈，然后你会提出更好的方案啊，更好的思维，更有远见的想法哈。无论是在工作上或功课上、课业上都有蛮大的一个进步的哈。所以今天的领取好运呢，是来自于你自身的一个内在未被发掘的力量哦哈。希望你喜欢，如果你喜欢，记得对影片按赞，然后来，接下来是这3张，1、2、3。你学好了吗？这3张有不同的构图，但是是相同的情绪哦。你仔细看哈。如果你要看这仔细的话，你可以按暂停。如果选好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吧。来，我们先从选到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呢，你会吸引到什么样子的恋人哈？也就是说，你的下一段恋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来，我们帮你预测一下哈。要打开一些正面的心情哈，让你们对未来充满更有正念的想法，来吸引到更正好的人啦。好，来，然后你看看哈，先看看这一股欲望的能量是什么样子的发展呢？哦，哇，都是很好的牌耶，哇！目前看起来是，它现在有一个时间轴出现了，好像你近期吗？它这个速度很快哦，哈。该怎么说呢？这个意念可能来自于你哈。这张牌风命运之轮出来的话，我觉得它会加速50%。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半年内遇到的话，那你选到1号的朋友，可能3个月内会遇到哈。如果你选择是1年内想遇到，可能就半年内会遇到哈。大概是这个能量的一个走向了哈。那你会遇到一个非常务实的人，非常有怜悯心的，但他做事情很务实哈，有多少做多少。那他很愿意帮助别人哈，心情上同情心也很够哈，心是一个柔软的人，所以他对待你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态度哈，他不会激进什么的，他会有一种轻抚你们2个人关系的感觉，轻抚哈，就是可能抚摸皮肤上的一些毛发那种感觉，就轻抚没有碰到皮肤的那种感觉，也会有一点点感觉大概是这种他对待感情的态度是这样子的哈，然后他心里会有一个愿景，他希望交往的对象或认识的人，就是可能走向婚姻啊，或是一个固定关系，不一定要婚姻啊，sorry，他需要一个很稳定的关系哈，他不是玩玩的，他对生活的要求啊，各种的向往都是非常扎实的哦。我还看到他喜欢种花种草，然后在直觉突然有这些哈，我想到看到什么就跟你说哈。他走路喜欢慢慢的走，喜欢慢慢的行走哈。他喜欢走在你前面，慢慢的行走，偶尔会回头看你哈。然后他会在乎你的行动，他会在乎你做的事情，他会在乎你的情绪哈，会在乎你的感觉哈。他喜欢带领你去做很多事情，但他不会觉得一切的决定都要从他身上来哈。他可以慢慢的听你说。慢慢的细听你的要求，细听你对于生活的向往哈。他喜欢，他并不会，他的性格上是比较柔软的，他不会反弹你很多事情哈。但他又对于对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份坚持哦。然后他讲话也不会嬉皮笑脸的，嘻嘻笑笑的讲话，就会没讲几句话就笑。他不是这样子的人，他是一个温温的、暖暖的人哈。他会保持微笑，但是不会总是笑开怀这样子啦。大概是这样子的人啦，我再继续帮你翻哈。好，他在工作上面呢，也算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哈，他能够击败很多他工作上的对手哈，但是他又不会让别人难堪，他有非常多的创意哈，他对世界的好奇心也蛮重的，他只会把很多的责任跟
责任感负担放在他自己身上了，他不会施加于你啦。所以，如果你认识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他工作回来的时候还是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微笑，会对你非常温柔，然后就不会把工作的压力带给你。他在回家的路上呢，就把工作的压力释放了哈。他回家了就是回家，他回家了就是要迎接你哈。他是一个这样子性格的人哈。干干净净的，他其实是干干净净的。然后我有感觉到他手有点粗，他不是细细，比较瘦的人哈，他可能是有点比较有肉的，但不是胖的哈，就比较有点魁梧的，大概是这样吧。我的直觉上面就一直出现这个样貌，我也不知道。性别我是不确定，然后只是觉得他不是一个不是个懦弱的，各方面都是很内在情绪很稳定，但是又很丰沛的人哈。活泼的话没有那个活泼感哈，但他喜欢把重要的事情、烦恼的事情藏在自己心底，自己消磨掉，他自己会忍受掉，而且他会很有能力能够让他们被他自己消化掉哈。好，他对自己的人生许了非常多的愿望啦，然后他都有执行到，他目前都有执行到他想做的事情，大多都已经完成了。他之前的阶段的他都完成了，他现在很满足他自己的生活，然后他心里也有很多的新的愿景，然后他也决定要再闯，他也决定要再起步，他想要再进阶，他想要再进阶，再进阶的能量还蛮多的，他总是能够重新燃起对事物的热情，他有办法哦。他比较多元，他能够接受更多多元的事情哈。他很向往未来的事情哈，但是他在现阶段会做足准备去向往未来。然后你会发现他有的时候会安静下来，是因为他在思考一些比较难的事情哈。他就比较未来的事情，他喜欢接受一些新颖的事情哈。他喜欢接受一些新颖的事情。他目前他的人生啊，他都有好几次的跨步。所谓什么样的跨步呢？就是有冒险性的跨步。他明知道那一件事情他会害怕，有一些风险，有一些挑战，但他就是会跨过去挑战，因为他相信他所累积下来的经验能够支持他，能够支配他，能够帮助他，所以他是一个蛮勇敢的人哦。内在非常澎湃的人，我刚刚说他内在很丰盛嘛，他内在也是非常澎湃的人，对于整个世界的感受力也是蛮强的但我没有看到他会抛下你，而去独自一个人去闯，他不会。他很欢迎你跟着他，他甚至会想拉着你跟着他一起去欣赏这个新的挑战性的未来。他节奏看起来温温的，可是我发现他节奏还蛮快的好，我再往下，这个人很多东西可以探索，我们再继续往下哈。想看看的是，他可能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的？他可能是，他工作上的性格是什么来推敲？他可能是什么样子工作的人，或是来哈。好，他是一个愿意去跟很多前辈去学习新方法的人哈。然后，他一直在培养自己的实力，因为他相信未来有很多事情他需要去承担，他需要去巩固他的梦想，巩固他的家人，巩固他的家园他一个人就能够独善其身的生活，但是他还有更想要更保护的人他一直不断的在创造他的新天地，他一直在突破，一直在找到新的未来他是一个对未来非常向往的人呢他对未来充满希望了，而且他也不是随机碰壁什么的，他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在努力耶。这个人不行，这已经有点太完美了。我帮你们翻翻，他有没有什么小缺点在这排，好不好？让它更立体啦。我们并不是找麻烦让它更立体。来，这个要连贯，这一张没有办法翻出它到底是哪些点我觉得他的缺点就非常特别，他太喜欢把他有的东西拿去付出给别人呢然后他也很容易原谅别人的过错
他很容易原谅别人的过错或什么哈，所以他心里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崩塌的感觉，但他很快就能修复，所以他会把这种，我觉得他可能，即使有人骗他了哈，这可能是他的缺点咯。有人骗他了，他也觉得没关系啦，就给别人骗骗就算了。他也很快速就会原谅别人，他很快就他不会说把错完全怪在别人身上，他就会觉得说事情应该就是有因有果嘛，或有原因才会发生的，所以如果有人骗他，然后什么有人欺负他，他就算这样，他还是不会停下来去分享自己或者牺牲自己为别人付出哈。当有人愿意帮忙的时候，他会愿意帮助别人哈。他虽然也会察觉到有些人在骗他，有些人在有些小东西在骗他，但他比较在乎的是他心里的那一份信念不要崩塌哈。他对于善良的一个想法不要崩塌就好了。好，我觉得那是他在乎他自己内在的那一个想法啦。这应该也算是缺点了哈，因为他有时候因为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会忘记保护他应该保护的人，他有一点博爱哦。这里我看到他有一点点博爱，他把很多人都真的当成人看啦。因为说有些陌生人或是什么熟识度没有非常好的人，他还是很认真把他们看成人看。他这也是个比较博爱的人哈。但是我有发觉，如果他跟一个人认真交往之后，他会把那个博爱的爱的概念专注在同一个人身上后，他可能会变得比较，我还是有嗅到一点点类似见色忘友的概念，因为他的爱他虽然有点博爱，那是因为他单身，他希望从给别人爱来得到一个能量。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固定交往的人之后呢，他那个爱被集中了，那就不是博爱了，他就集中在你身上反而占有欲会提高，然后会有点见色忘友他专注会在你身上我觉得他这个方面反而给你一点点压力，因为他的爱的动作可能就是他不是一个一心两用的人啊，他的爱要专注在哪里，他就会专注在哪里。专注在博爱呢，各种人身上比较平等呢，还是专注在一个他在乎的人身上呢？他的爱是这样子在使用的。不过别担心，因为他对于这些爱的原则跟使用爱的一个真理，他是已经很明白了啦他不会乱掉，他只是很珍惜自己的付出爱的能力跟付出爱的容量、付出爱的体积、付出爱的量能大概是多少，他很珍惜每一次的使用。好，来看看你们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的话，如果真的这样子的人出现的话，你未来你的感受上，帮你看看你该怎么说呢？你多有能量能显化一个这样子的人出来呢？来帮你看看。这个人在整个能量里面还在飘荡，他还没有确定会在你身边落下。目前看到他还在比较遥远的地方在看。我发现他这里的暗示是说，可能你自己个人，第一没有准备好，第二你没有一个大的转变也就是说，他比较像是会出现在你的下一个人生阶段里。应该说，如果你的现状是这样子，然后整个宇宙或整个能量有在告诉我说，你有机会突破到新的阶段。转职、二转、升阶这类型，但你现在还没有升，还没有转，那个人在你转了之后才会出现但你要怎么转？你可能要抛下你现在有很多的眷恋，你现在有很多的感受，你必须要让自己有一个全新的感觉，你才会有转一次跳到下一阶那他在下一阶的世界里在等着你你需要更多的反省，更多的冷静去思考想想你以前做的事情，哪一些是你不想要的，哪些是你可以抛弃的，记得就要抛弃了。你要重新往前走，重新向往未来的。现在不能可以太拘泥现在的事情也不是用粉饰太平的方式来改变你你可能要抛下一些之前的错误或之前的一些眷恋或之前一些伤害你的事情，你要勇敢的把它抛下，然后你才可以变成一个全新的。你要笃定的相信你自己，接下来就是一个全新的人了。那个人才会在那个地方出，因为那个人已经在你的下一个阶段的范围里出现了，因为他也有崭新的转变过，才成为他现在的样子仔细帮你看因为这里还是有那个位置。
不过这里的牌有点在暗示，除了感情之外，现阶段的你是一个蛮好的转变的契机啊。现在有一些很好的转变的契机，无论是新工作啊、新的你啊，或是你刚分手啊，现在是单身啊，刚习惯单身，或是你现在有但是这里也有，你现在如果是有固定交往的话，你们也有两个人一起进阶到下一个新的关系的能量也有哈。但是在这个牌里面，它分配给这一个概念的能量比较少了，但是也有了，也有一个新的转变，两个人会一起转变也有了哈，因为对方也有准备好要做转变，你们两个可以携手一起转变，这是有固定交往的人的。那如果单身的朋友的话，你可能需要自我做一个新的转换哈，就是你可以刻意的不喜欢现在的你，然后什么样的新的你才是你喜欢的，你可以用这个概念去转换哦。但是并不是说你现在不好啦，只是它是一个开头，它是一个定题目，你可以这样定题目来去探索自己。我们很多时候要靠自己去探索自己，才能够探索的深哦。我们不要太被动的去让别人做任何事情来改变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那个会有一点点失焦，有一点方向感会错，因为你这样子都只是一个反应，你只是在对于外界做一个反应，认识自己。我觉得这个不会深，不够深，消化的也不够快。那个只是你只是会变成比较多的反应，比较多。我觉得那只是创造比较多新的反应而已，那不是你自己个人对于自己内在的思维去转换的一个方式。更多时候，你真的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你身上有什么可以丢，有什么可以累积。有什么你可以去创新去学习，有什么你很擅长的你就把它丢掉了，因为有些擅长的东西在你的人生里并不再起加分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舍弃掉了哈。你以前认为的一些你的优势啊，你的擅长的事情，现在开始都不太加分了，那就可以把它丢掉了，去学习一些新的，把自己的人生空间跟时间去拿来学习一些新的，让自己改变。时间到了就改变没关系哈，你本来就应该体验各个不同阶段的你，各个不同样子的你在你的人生里，因为只有你自己去体验，只有你自己去深刻的去改变，你才会知道哪个你最喜欢。我不一定要你发掘哪个是最适合你，但是你一定要最喜欢，你一定要先喜欢，哦，你才会在其中慢慢的习惯，然后慢慢的变适合。哦，懒惰适合所有人啊，但我们要一直去懒惰吗？有没有？大概是这个意思哈，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哈？你要先喜欢那个新的你，但那个新的你有很多的付出，有很多的努力的改变，有很多的去无存菁，有很多的剔除，有很多的取舍哈的新的改变哈。这里看到的是那个人在你的改变之后的世界在等着你哦，哦，因为他已经改变了，那个人已经改变了。而且那个人一直在有往前的力量，所以你如果不开始改变，你很难追上他，很难赶快在他，因为他可能在你的下一个世界里，又下一个世界里就进阶了。你要赶快在下一个世界里，那个世界里去找到他，遇到他哈，然后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并驾齐驱的，或者携手的一起再进到下一个阶段哦，这样比较好。那你今天来看牌呢，表示牌子有告诉你说，最近就是你要改变自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大概出现了哈，所以你会被这个意识讯号所提示哈，被提示了，你就可以去思考哈，没有一定要马上强迫你一定要做到什么，但是你被提示了，你心里被提示了，被暗示了，你就开始去思考，有什么我能做的，有什么改变我有能力做到的，还有我什么能够加强起来，我就会做到的，你就去试看看，好，做一些改变，不错啦，你会挖掘，靠自己的力量挖掘你自己。好吗？你会被自己的一个新能量给惊吓到了，好，不要对自己太气馁哦，不要以为你什么都已经做过了，没有，你还没有尽力而为哦。很多事我们都没有完全尽力而为哦，哈。简单来说就是，你没有累到想哭着说我不要做了那一个境界前，通常都还没有完全尽力啦。哦，你没有那个痛苦挣扎前，其实你都还在玩，还在玩乐。啊，如果你下定决心要改变的话，或什么，你可以试看看。虽然我没有要你走到那么痛苦的阶段，那你可以走到一半啊。你为自己努力走到一半，其实你就已经改变很多了哦。好，选到1号牌的朋友大概是这样子。好，希望你能够成功的进到下一阶，然后与他相遇哦。来，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牌面的象征的理解后，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对频道，很有帮助哦。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我会吸引到什么样子的人？我会喜欢什么样子的情人？大概是这个方向的哈。来，我来帮你看看这整个意志上的能量哈是怎样发展的下去的。来，
你已经慢慢在显化你心里的那个人了因为你自己个人内在的培养或什么已经差不多要爆发出来了，你的魅力正在爆发起来所以最近你要更多自信一点因为你的自信发出来的光芒正在触及一些你没有办法注意到的领域，不注意到的角落然后会吸引到你。意想不到的情人啦。为什么问这个？因为他这个牌在这里给我的并不是什么坏事什么，它比较像是某些原本的概念已经崩坏了，再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概念起来，所以我才会一直说，你的魅力或什么正在吸引着你不知道的地方的人因为原本你的概念是我只要这样做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我的意念上我想要吸引到什么的人，我想靠我的意志去显化，但是因为这张牌出来了，它打翻了你原有的概念、原有的意志圈的概念的想法，原有的愿望，甚至你原本的愿望都被打翻了然后我才会说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会有意外的情人，会有意外的对象会出来是这样然后他也被这么丰盛的你这么内在有魅力的你所吸引到，是意想不到的一个情人，然后意想不到的机会来再看看更大的能量是什么。你会成为别人的竞争者但是你要自己静下心来，好好的选择你适合你的人但是不难，目前不难。我这边只看得到说，你吸引到的人不止一个啦，会有1-2个啦，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是一切你要自己看清楚因为可能他们都一样都好。他这边发现的是说，你会迎来的人，除了你意料之外的人之外呢，他还不止一个然后别人会在私底下竞争你，但你会察觉不出来。但你唯一的责任跟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挑选哪些人是适合你的，或者你要好好静下来去思考，你需要的人，或是能使你快乐的人是哪一类型的人。这边我在提醒你，不要因为外力的影响而去做选择。怎么说？就是不要因为别人对你比较好，谁对你比较好你就选谁。不要因为有人对你比较好，你就觉得这个人可以在一起，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是要去更了解那个人内心状态能不能契合你，那个人的个性跟你的个性是不是吻合，那个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除了内心的恋爱感的浮动之外，你身心灵是否能感受到平静跟安稳。你要用这个去判断一个人在你的生命里存在是否好或坏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想一下给你这个建议。好，再来看其他牌很少出这牌哎呦，很快就有人要跟你表达一些事情了，而且对方好像已经整理好心情了，然后什么的耶。是你，有一个蓄势待发的能量要往你这边过来了因为突然刮起风了，原来这一个风是这样刮起来的，风能量是这样起来，但是这个风并不是什么强烈的什么台风、暴风、飓风，它是一个很温和的风，在夏日的微风再强一点。夏日突然刮起了一个强风，那一种舒服的强风突然要刮起来了，突然在你的这个能量里面突然刮起来了但它距离还很遥远这里距离还很遥远，被很多事情挡住被很多现实的事情挡住，譬如说工作啊、念书的学校啊，或者什么，它离你还有一段距离，但那一阵风已经在吹啊，往你这边吹来了，然后再等待一个时机，就是说，整个宇宙开始调和到一个你的世界跟他的世界调和到一个对齐了之后，他就会往你这边直奔而来了。他现在已经是往你这边直奔而来了。只是因为中间太多阻碍，让这个距离现在还算蛮远的。但是他的意念跟他的思维现在是往你这边来的，因为是被启示的能量在这里啦。他甚至还没有察觉你的存在，但是他已经在往那个世界走。他现在是用一种别的意念往你的世界的这个方向走来，但他并不是为了你走来。可是当他走来到你的世界的时候，他会发现你的存在然后因为你刚这个嘛，所以他会在一个你想不到的情况下出现所以你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尽量出门，尽量去你没去过的地方，尽量去跟朋友去一些邀约你没去过的，去一些新的餐厅
不要去旧的地方，去创造更多新的空间，它会在那些新的空间里面出来。哦，这个也不是什么很特别的思维，这本来就是很合理的啊。你本来就去创造更多空间，才会挤进更多新的人，它当然出现的几率就会提高啊。只是为什么这边讲起来好像是废话，但又不是废话的原因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创造你认识人的机会嘛。但不是废话的原因是，很多人不会这样做，很多人知道却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没有被牌面暗示。今天你看到2号牌的时候，你被暗示了，你知道说，哦，我也可以这样做，没错啊。对，你现在就是需要这样做。那个人他有一个能量往你这边直奔而来的时候，你不要错过他哈，而且也不止一个我只能说是一个能量往你这边来哦，并不是说一个人往你这边来哦。这个能量带了几个人我不知道哈，但我目前看到不是只有一个人，因为这张牌告诉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呢，因为它是一个掠夺感的牌，它是一个掠夺的气息，它掠夺什么？它要赢。他竞赛，他就要赢。他既然有了竞赛，他又要赢，那就表示有输的人也有赢的人，那至少就是2个。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我得到的一个暗示是这样子哈。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啦，他给我讯号是这样子哈。而且这里的人的能量不止一个，有风的能量，有土的能量，有稳重的能量，有那种对未来想象需要有一个。反正有很多种人，有那种想要很圆满家庭的能量也有啊，有那种很浪漫的绝对浪漫主义的人也有啊，有一种非常理性的人也有，有一种只想遥远看着你的能量也有，这里也有好几种不同的讯号，但我把它总归一句，就是他们就是同一个能量往你这边走来了。你可以期待一下哈，你现在的魅力能量蛮强的，你只差的是怎么展现你的能量的空间哦，你可以去多创造一下。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更多哈。来，看什么呢？来看看，先抓一下时间好了哈，抓一下时间，看看3个月内。不要啦，我觉得抓半年啦，我觉得3个月实在太赶。我刚感受到的能量就没有到3个月。它能量往这边来，讯号是那个时间感没有到3个月，我先抓6个月看看哈，看会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能量的讯号出现哈。2张头尾牌，哎呦，能量都不错哦。目前看起来的话，3个月内就会有不错的一个全新的能量会跟你表达了哈。后面先等一下，4、5、6的话要到第6个月才会比较明确，而且是非常成熟的能量。前面你会遇到一些桃花，你会遇到一些人跟你示好，可是那都是因为被你的现在所散发的强烈的魅力所吸引到的人。然后他们跟你示好，但不一定会说跟你交往或什么，你会吸引到一些人跟你比较近，所以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他们会是各种不同的人，会有一种比较务实的人，会有一种比较耍的人啊，会有一些个性比较散的人，但是很有趣的人，会有一些非常理智的人，喜欢讲东想西，讲自己多厉害的人哈。但他不会吸引到你，但会在你附近展现给你看哈。这些人都是，我觉得都是一阵短短的风就会在你身边过去了。你会感受到，但你没有一个想要定下来的心，或是你没有一个灵光一现，觉得这个人是最好的感觉出现。我觉得这3个月会有类似的感觉，但没办法触动你的心，没有那么强的能量能触动你的心。然后到了第4、第5个月的时候，我觉得你反而因为前面做这些事情，你变成进入一个比较观望的情况了。你会觉得事情没有你会那时候突然会觉得说，没有一定要有也好，没有也好，无所谓哦，因为你对于整个未来性一种未知感的接纳度突然提高非常多。然后你甚至心态上、心理上，这半年内你会提升到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概念。你会觉得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你会突然领悟到我自己一个人还蛮好的会比你原本觉得自己一个人好还要更好。你会进化到一个自我认同非常高的一个境界，所以你会觉得有没有那个人也还好，你自己的寂寞你有办法被自己填补。可是呢，到了第6个月。会有一个蛮稳重、蛮强烈的能量会出现在你面前，你会被吸引，他会被你吸引，然后你会突然很在乎那个人的存在感。
来，我们直接看那个第6个月哈，如果这个能量。那个存在感这样子的能量哈是什么？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它不一定是会变成情人呐、但是会有一个非常强的能量会在你，会有一个新的人或者什么的会在你的人生中出现呢哈。哇，他会是你的朋友介绍的人里面会出现的，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年纪是会比你大的哈，然后他对于世界的知识性啊、智慧啊、灵感啊，全部他会很像是一种老师或长辈的姿态会出现。他是一个内在情感非常丰沛的人，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受很多人尊重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很多人都会去问他事情，然后给他意见。你会觉得他非常有智慧，胜过他非常有智商。你会觉得大家都很喜爱他，你甚至会以为自己只是他的粉丝，但其实他也是喜欢你的。其实你们是站在同一个能量上的，但是你会一直误以为你是他的粉丝，你会用一种崇拜跟仰望的感觉去觉得这个人很不错。可是其实你会忽略到，其实你们2个人是有感情连结的，但是他也没有主动要把这个感情连结看得这么清楚，所以他也会觉得你们2个的关系比较像是一种交流，一种知性上的交流，他也没有那么察觉到可是你们内在会有一个暧昧的感觉，我有看到了，这内在有一个暧昧的感觉，发现你们个彼此对彼此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感，很难忽略，但是这关系又很难突破。这只是初期啦，这只是初期，没有说未来是这样，这是刚开始会有这个感觉。但帮你看看如果2个接触跟交流的互动次数或各方面都提升的话，会不会有可能进阶成恋人帮你看。我洗一下，抽一张让整个变得更随机。虽然我本人是相信，只要我在翻开前，它底下这个图案都在变啦，这是我的个人的执念，所以我随便翻，它会给我，就会给我。会，2人会有更多的交流，会有更多的交换会有更多情感上的交换，会开始谈一些愿景未来的。你会发现你们2个人对世界的价值观、跟未来的想法、跟想去的地方、想探索的地方、跟新颖的东西，你们的概念是雷同的。甚至简单来说，想去探索各个不同的咖啡厅，你们2个都会达成一致的想法。去不同的餐厅，每次都要吃不同的餐厅，也会这样子你们喜欢新的事物，原本没那么喜欢新的事物，但2个人见到的时候会更喜欢探索新的事物，然后喜欢的东西会比现在多很多，因为彼此的激发你们的关系也会打造一个对等的啦，就不会有这个有上有下，你会变成什么粉丝什么这些，已经会突破了，会突破掉但是你会开始发现，因为我刚刚说他可能比你老嘛，你会开始发现他有一点点古板。当你们讲得更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些东西古板，但是这也是你吸引他的部分了，因为你有一些新颖的想法、更年轻的想法，能够让他欣赏、让他喜欢。但希望你不要嫌弃他有些想法会比你想中的更古板，因为你以为他更有智慧、更自信，所以他的想法更新颖。可其实没有，他只是更有想法、更有智慧。但他的想法更有新颖吗？这里看他的牌里面是没有的。他是更有远见，但他的创意或什么可能没有你多。会弱你一点点，但是其实你们2个差不多，也没2个人其实都没有特别新颖，所以你们2个会被比较新的东西、比较特别的东西、比较没见识过的东西吸引到，因为你们喜欢用行动去触碰，你们不喜欢用思考去创造，你们喜欢去行动去触碰那个新的东西，让你们有所新的感受，你们更喜欢这个东西不然不可能土能量出这么多嘛。大概这就是你们2个人的状态大概就半年内，你可以多体验一下。这半年内，你可以多体验一下你自己，对自己多做一些改变，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再进化、再升华、再更进阶这半年很重要蛮重要的。而且你现在也很适合，你的心态上跟心智上都还蛮适合的。你现在很适合给自己许愿。你许愿之后，你会比较笃定去往那个新方向走。你只是用想的没有用，你可以试着跟宇宙下订单，说我现在就要做到什么程度，每天做，每天晚上冥想5分钟的时候去跟宇宙许愿。连续做了1个月，那个意念会变很强，你也会开始相信这个愿望会实现这个学会实现，因为你已经在这个路上你可以为了这个来自己做一些改变了。
但也放心，这个人也是慢慢的往你这边来。但是当你的能量更强了，你对梦想或什么的能量更强了，你会牵引他的力道也会更强，你把他拉过来的力量也会更强哈。如果你要加速实践的话，你自己的内在思维跟内在意志、梦想想达成的目标什么的，意志力加强了，好，动作做多了，物理的行为更多了，实践力更多了，你确实可以更快的显化它在你附近出现哦。好，这就选到2号牌的朋友，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象征上面的诠释哈。如果你喜欢或是你感受到有帮助你的，请你帮我把影片按赞，按赞对影片非常重要哦，谢谢你来听。来，现在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你会吸引到什么样子的人，你会画什么样子的情人哈，大概都是这个概念。来，我们来看看哈。来选一下牌，来看看你这一股意念的能量有多强哈，你能显化的能量有多强呢？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来帮你看一看哈，探索一下。哦，你已经打开了让那个新的人来的门了耶，他现在已经在你附近了耶，但还没看到是什么样子的人哈。只能看到说，你内在的一个很丰盛的能量已经打开了，这一个你跟他联络的这个门已经打开了哈，你们两个都已经踩到，就是说，如果这是2个世界哈，各有一个，那中间这一个路口哈，或是这里各有一个路到这个新的世界，2个人这个门已经打开，2个都已经到了这一个世界了 ，A、B 可能一起到了这个第 C 的世界，然后现在已经在 C 的世界了，准备要遇到了哈。来帮你看一下他的人能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直接帮你看一下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好了，还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大概有可能会在我脑袋显化他的样子或什么哈。第一组牌说我脑袋有非常清晰的人的样子，第2组牌说就没有。好，来看第3组牌会不会有哈。来，哎呦，这2个很冲突哦，这我来思考一下要怎么跟你们解释。只能说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啦哈。他是一个行动力很高的非常善良的人，他心内在有非常多对世界的怀疑，但他不会对人怀疑，他对世界，他对人很好，他对人非常慈爱，非常慈悲，他对人各种人都接受度很高哈，但他对世界一些神秘的东西、跟未来的东西、跟一些未知的东西产生非常多的好奇，这也是他迷恋的地方，他喜欢未知感哈。但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内在是非常踏实的、实际的，他喜欢用实际的方法去面对别人，所以他看到很多未知的东西的话，他可能会用一些数学啊、数理啊、科学的方式去理解那些未知的世界，所以他可能会喜欢去 YouTube 看很多那种去怎么去解释那些环海探奇啊，那些很未知的神秘学的、童话学的一些传说型的东西，他喜欢看那种用科学方式去理解世界的那些频道的内容哈，所以他心里有很多的挣扎，他处于一种半现实的状态。他很相信这世界有一些未知的，但他又要让自己活得非常踏实，活得很现实哈，所以他会有一个半现实的状态。他是个这样子的人，然后他给自己设了蛮多的目标跟理想或未来，就是他都马上能够做到，他做事情都很快。然后这边又一张，我觉得他很快就会在你附近出现了哈，来看一下，出现了，对不起，我再探索一下他。越要看出现，就题目就会换掉了。哇，他出现的时候，你会马上发现呢，因为他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然后他的个性有一种有点慵懒，有点不在乎，有点放开的放，然后有一点轻松，有点悠闲。其实他没那么不拘小节啊，他没那么拘小节，他其实是比较不拘小节的。但他是一个内在蛮有意思的人，他装了很多宗教学、神秘学那些的，他用这个方式来诠释世界的弹性，诠释他心中的浪漫。我觉得他用这种神秘的方式来诠释自己心中的浪漫哈。然后他会有一种气质会吸引到你，他会有一种阴暗，不是阴沉，阴暗的魅力，就是黑色暗物质的魅力，它会有一种暗物质的魅力哈。
然后你跟他接触或谈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喜欢分析事情，带一种很开阔接纳世界的方式去分析事情，他有这个概念哈。不过你会感觉到他对各种事情都没什么热忱，其实他很有，只是他的外在，我刚刚跟你讲，他是一个很 lazy 的一种很悠闲的、很 chill 的个性的人，所以你会觉得他好像对事情都没什么热情。但其实他有，他对很多事情都非常向往。就像我刚才你讲的，他喜欢那些神秘的、未知的，他喜欢科学的那种，他自己私下会去探索那些。他对世界是充满热情的哈，然后对人是充满慈悲跟开阔的。他唯一会刁难的只有他自己啦，他会比较刁难自己的思维哦，他对其他人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哈。你会被这样子的个性的人吸引的，而且这个人可能是你生命中很少遇到的人，所以你会被他吸引。那他近期会出现在你附近哈，你很快就会注意到他了。哦，来，我们再继续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相遇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来做一个猜测啊，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遇到他？好，看一个推敲，看集体意识有没有发生在这个图样里哈，有没有已经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话，我另外一张反翻好了，这个什么未来性的哈？一次跳2张，那就拿这2张了。哦，的确哈，这边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你会在跟朋友出去逛街买东西的时候，或是去一些 pub 聊天闲聊的时候，不期而遇这样子的人，他会是你的认识的人的朋友的朋友，感觉比较圈，没那么两圈的人，不是你朋友的朋友，是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类似这样，有点距离哦。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会马上就注意到你哈，反而是你会先注意到他哈。他那个时候注意力会不太集中，他其实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共感能力蛮强的。他对于一种很多人的环境的时候，他会想很多，他的感受力很多，他喜欢观察很多人哈。就像我刚才讲，他对人很慈悲嘛，但他其实是出于他对各种人的开放性，他非常 open mind，然后去接受各种各式样的人哈。所以在你们出现在一个很多人的场合的时候，他其实注意力会不集中哈，他会等一下才会注意到你。然后他一发现到你的时候，他会立刻走向你了，然后你们会很快的就有谈话的内容，然后你们很快就会发现说你们的喜好或各方面都很雷同、很类似，很快就能够有共同的话题，哦。但是他必须要在有别的人在的场合里才会出现哦，你并不会单独遇到他哦，因为这里是有一种很多人的能量在这里哦，然后你们两个是彼此的亮点哦。在一种很多选择的情况下遇见啦。来，我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更仔细的？他很快就会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了耶。如果你们已经说到话的话，哦，他很快就会跟你表达喜欢，而且很快你们两个就会聊心事喽。我觉得蛮快的，你们两个就会聊心事了哈。这里已经讲了哈，你们两个共同的想法、共同价值观和熟悉感很快就会出现了哈。然后这里有哈，你们两个开始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比其他人更了解你内心一些没有办法说的。你会觉得一开始怎么会讲几句话就这么合哈？然后你会很想多说什么，但是这边有告诉我，你也没办法多说什么。你们很快就会在这个短时间内一个初步的认识之后，你们就会离开了，分开。然后你们可能要另外再付出更多的行动去约。所以当下你遇到一个，我只能说，你当下一个突然跟你一拍即合的，然后请留下联络方式。记得不要在那个晚上就错过了，只有见一面哈。该问的先问一下，至少要有联络方式，至少要让你们离开的时候回家可以互相传讯息，可以互相看彼此的 Instagram 或是各方面的各种 Twitter 或什么，至少可以让彼此能够观察一下彼此，了解一下彼此，然后再约出去，要留下联络的方式哈。因为有一些感情啊，什么火焰啊，什么那些东西都在初步哈。像这张虽然有困扰，可是
它是已经对抗完的，所以我的意思，我不会觉得说这一张牌是在讲说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你们会分享一些彼此心底的想法，可是很快的就会发现说，哎，这个人理解我，然后我理解他哈，然后就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痛苦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受，然后对方也会告诉你说啊，我已经解决了，其实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只要用这个态度去面对就解决。所以那一天晚上你遇到他的时候，彼此还可以交换很多生活的意见，但就只限那几个小时哦，好，那个见面就只有几个小时，很短暂。因为这张牌的出现，所以我一直知道它很短暂。这张牌的出现很短，让事情变得很短暂。好，来，我来看看3个月，你遇到他之后，你们两个的后面发展好了。后面他这个人。后面的发展来看一下哈，你们两个如果见面之后，后面的发展情况如何哈？先抽头尾，好，我再往中间抓哈。你们两个会忍不住要见面了哈，因为你们两个人对彼此的一个喜欢跟感受已经在当晚就已经呈现暧昧的状态了哈。然后两个人都有一种能量想驱使去见对方哈，因为你们在内在有感受到对方的存在带来了非常强大的丰盛感，而且你们的情感交流有3张水，就已经是这样子了。你们的情感交流已经在那天晚上已经连接到非常浓厚了。你们想要更探索对方，更好奇对方更多的东西哈。然后你们确实已经被吸引了，然后那个内在的丰沛度啊，各方面的时候，你们都想要宣泄再分享给对方哈。内在有很多的以前生活中的一些承受的东西，一些忍耐的东西，你那天晚上就会知道这个人可以理解你，他能够跟你分担，他们能会用一些笑话或什么的，你就觉得这个人彼此都会有一种用轻松的态度就能够面对自己生活上的现实的困难哈，所以你会有一种被救赎的感觉，然后被这救赎的感觉就会让你觉得你跟感情上有一种很紧密的，该怎么说呢？这个有一种你们两个叫了一杯调酒，然后2个人一起喝的概念，就是说你们原本是各拿自己的酒在喝，然后喝了，然后问说要不要再叫酒，然后2个人都各叫了一杯不同的酒，然后喝了，然后2个会交换喝，说这个蛮好喝的，我给你喝，然后你们会交换喝，然后交换回来，就变成说2像是共饮一杯酒的那一种水能量已经在这里交融了，已经结合了哈，在那一天晚上，所以2个已经达成一种蛮好的共识了，不只是眼神啊、肢体动作啊、声音啊，都已经互相达到一个默契了哈，所以你们很难在那个几个小时之后就完全断联，你们那天晚上一定要有联络方式，因为你们2个必须要在后面要有还有更多的接触，你们需要了解更多彼此啊，因为2个有彼此，你们2个是彼此的救赎哈。来，哇，命运之轮出现了，表示这件事势在必行，你们必须要见面。哇哦，提示牌出现了哈，我来帮你诠释一下那个提示牌。好，虽然我刚刚那么激动，那么快，节奏这么快，但是这3张牌告诉我说，欲速则不达，慢慢来就好，慢慢走就好。虽然你们前面的推动是你们2个会忍不住一定要去见对方，但是可以见，但节奏顺序慢慢来就好哦，要慢慢来就好哦，不要太冲，因为现在这个水能量好像也不是什么大海啸、大海浪，也不是什么瀑布型的哈，但是这里却用这种能量、火能量啊、风火能量来阻止这个节奏太快的话，那我必须在这边提醒你，遇到了记得慢慢来，有一点欲擒故纵也可以，因为你们的水能量已经连接到了哈。然后这边也有提醒牌哈，如果你旁边有朋友在提醒你任何事情，记得要听好，然后不要去追逐一个未知的感觉，也就是说，不要去探索对方的秘密，不要问太多，只领取对方愿意分享的就好了。你也不要宣泄太多秘密，
除非对方用秘密跟你交换，可以用这样子，因为他这边有一个很未知的感觉，告诉我你不知道你该拿到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你该拿到什么，跟你不知道你想要拿到什么是不一样的哦。你想要拿的东西，但不一定是你该拿的哦。他这边有一个概念是，不要问太多，因为你会问到你不该知道的事情。现阶段并不是说你一辈子都不该知道，因为他不在这个时机让你知道，你就先不要知道，所以才说要慢慢来不然这个人的关系会崩坏，很快就会踏到彼此的地雷，有可能哦，然后感受会不小心就变质了，要小心有这个概念要小心，你们的相处上要有这个小心的概念。那其他都没什么问题啦，还好这里有提醒你不要太快，慢一点，慢一点。因为已经很好了，你们的进展呢，跟一个晚上或是一次约会，白天见面吃饭，你们两个几个小时的见面，已经进展的非常好了，已经是人家可能1-2个月的进度，2-3个月的进度了，所以才会说不要冲了，慢下来，好好的去享受，好好的去酝酿，好好的让这个连结的稳定性跟基础更结实，才会更有未来才会更有发展性。不过看起来近期就会出现了所以你可以等待一下，因为这个能量是很顺的，很顺的就要出现了，一种一拍即合的能量有出现这可能是你潜意识内在想要显化的一个完美形象，最近好像被显化了，可能是因为你平常有做一些好事了吧，而且显化了一个蛮慈悲的一个能量有可能是对应你内在的一个解脱啊、开放性啊，你也开始 open mind 了，也开始接受这整个世界的变局，也开始接受了这世界原本你以为对你的不公平，你后来也没有觉得不公平，反正你就会觉得说，你也拾取了够多好的东西了，你只是因为能量的分配，你可能也要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让它达到平衡。你开始能接受这样子的思维了，所以好事就来了适合你的能量就来了，那个开口就开了，所以才刚说前面的开口开了嘛，开口就开了，所以两个就一起到了一个好的位置，让你们好的相遇好。大概是如此，这就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希望你理解我对牌面象征的诠释这是一个蛮好的牌，记得这个提醒记得当你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正是你需要缓缓的慢下来一下的时候这不是一个警惕，而是你本来就应该回归到比较正常的节奏，才会比较健康好，希望能帮到你，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对影片和频道很重要谢谢你来听。